嗨，大家好，我是小麦。那如果最近有在 follow 我 Shorts 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最近被一个伤病正在困扰，那它就叫做 MTSS，胫骨内侧压力症候群。它也有一个别称叫做骨膜炎。那它的症状的话呢，就是在每次跑步的时候啊，胫骨内侧中间或是偏下方1/3处会有明显的酸痛感或疼痛感。那跑着一阵子之后的话呢，那个疼痛感会慢慢的消失。但是如果强度变大，跑的时间更长的话，它那个疼痛感又会慢慢的起来。那再严重一点点的状况下的话，就是在不管是走路或是上下楼梯，胫骨内侧的这个位置都会有明显的酸痛感。那当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大概率就是胫骨内侧压力症候群了。如果不去治疗，或者说是让它康复的话，长久以往继续训练，或是一场很高强度的比赛之后，很有可能就会造成是压力性的骨折。那因为这个症状实际上已经困扰了我2、3个月的时间了。那去年的话，其实右脚也有类似的状况产生，所以我最近花了蛮多的心思去整理它的起因、原理然后到底应该要去怎么治疗、确认。然后最后应该要怎么去做一个康复的训练，什么样的状况又是可以真正的恢复到我们正常的一个训练状态。所以今天呢，也是总结了蛮多我自己整理，然后以及跟医生询问的一些结论，然后跟大家做一个个人的分享。首先来说明一下这个酸痛的感觉。为什么说是酸痛呢？就是它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会蛮容易误认为它是像是肌肉酸痛的，因为它那个酸酸的感觉也没有说到剧烈的疼痛，它就是每一脚下去都好像是有一些牵扯、牵拉，然后就是肌肉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力的这样子一个感觉。所以其实在很初期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当成是小腿后侧的肌肉酸痛，但是因为累积时间长了之后啊，你就会感觉胫骨后侧会有一个小小的鼓起。那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子一个状况的话，那这个就是真的明确的是发炎的一个症状了。那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以比较科学的方式去说明的话，它实际上就是我们小腿的比目鱼肌，然后以及胫骨后侧的肌肉去拉扯我们的胫骨骨膜因为我们的肌肉没有办法去做好很好的缓冲，所以对应的力量让骨头去吸收了。那长期以往的话，就会变成是这一块连接处就会有发炎的一个症状。那这样讲其实好像有听但没懂啊。那如果用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去跟大家分享的话，是可以这样子说明。第一个呢是跑鞋。如果我们穿上是比较薄底缓冲没有很足够，或者说是底比较偏硬、偏韧弹的，而不是那种软弹的鞋子，去跑一个哪怕是轻松跑也好，跑完之后啊，就会明显的感觉胫骨内后侧的这个疼痛感是会比穿比较有软弹的这种跑鞋的这种疼痛感要强很多的。如果是有这样子一个状况，那就说明的蛮明确的，就是 MTSS 的症状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不同的路面在跑步的时候的胫骨内侧的这个感觉也是会完全不同的。当我们跑跑步机或者说是跑田径场这样比较有缓冲的路面的时候，胫骨内侧的这个疼痛感就会相对弱一点点。那如果我们是跑柏油路，那当然最严重的是跑石板路或者是水泥路的时候，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小腿的肌肉的震颤，然后以及胫骨的这个感觉。如果也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也是一样，它就很明显的就会是 MTSS 的症状。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速度。像我一开始初期的时候啊，就是我的轻松跑实际上是不会有任何感觉的，每次有感觉其实都是在我的强度课后。当我跑一个3分30或3分20的间歇跑的时候，跑完之后，很明显的就是胫骨这边的疼痛感会是让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落地好好的走路的。但是跑起来因为肾上腺素的关系，实际上疼痛感也是没有的。就是训练都是能完成的，配速在3分40、3分30以内的这种大强度的话，疼痛感就会特别的明显。这是跟大家分享，我是在这3种状况下都会遇到说，胫骨内侧的这个疼痛感是明显不同的。那这就是 MTSS 的症状，还蛮明确的了。那当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疼痛感以及伤痛的一个情况的时候，第一步当然一定是要去确定我们的这个结构有没有损伤。就像刚刚我一开始讲的，就实际上它时间长了之后最担心的就是造成我们的疲劳性骨折。那如果胫骨疲劳性骨折的话，那基本上就是2、3个月没有办法去训练跟运动了。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去看医生，不管是用 X 光的方式还是用超音波的方式，都是可以做一个确认的。那最好的话，一
开始先用超音波的方式，那这些都会是交给医生去做判断，不管是用 X 光或者说是超声波的方式，当只要确定不管是我们的肌肉或者是胫骨没有明确的结构性损伤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进行一些低强度的恢复训练，帮助我们这一块伤病的加速恢复。但是伤痛还是在了嘛，那伤痛在了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其实跑步的朋友都会用到说，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消炎药啊，或者说是用一些贴布，因为疼痛总是会在训练中产生嘛。像是这些药物的使用的话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是在急性期，那就是完全听从医生的建议跟专业的判断。如果是已经在后面的恢复期了，已经不是在急性期了，疼痛的部分还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可以维持比较低强度的运动的话，那我的建议会是还是可以贴一下外用的药布，或者说是擦一些消炎的药膏，然后能够让我们在非急性期的状况下慢慢的动起来，帮助血液的循环，帮助受伤地方的恢复。如果长期使用消炎的药物，让我们受伤和疼痛的地方没有发炎的一个症状，那对应的恢复也会变得比较弱，就没有轻微的发炎，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恢复的。那大家可能想问，那我有确认了这样子一个伤痛的一个状况，那有没有什么可以积极恢复的手段或者说是治疗的方式呢？我现在采用的治疗的方式是有2个。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疼痛的位置局部的葡萄糖的注射。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用震波的方式。当然就是见仁见智啊。如果大家可以忍受侵入性的这样子一个治疗，那葡萄糖是可以帮助你局部做一个小小发炎的动作，帮助恢复。那震波的话呢，就是用体外的方式也是刺激对应的患处有一些轻微发炎的状况，然后促进我们的恢复。目前这2种治疗对于我而言其实还都算是有效的，但是呢，这个治疗的周期我觉得也是每个人不同啦。那刚刚有提到说低强度的运动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恢复的，特别是像我们长期训练的朋友的话，就是如果一下子不运动，也会蛮担心心肺功能会不会下降或者说是肌肉的这个能力会不会又下降。以这样的状况下，就是我之前 Shorts 也分享过，用比较低冲击的运动方式就可以比较好的维持我们的心肺能力，就比如说是骑飞轮不管是坐式的或立式的或者说是踩椭圆机，然后或者可以把跑步机调到非常高的坡度然后慢慢的做一个爬坡的动作。其实只要没有在一个疼痛的状况下，减少小腿胫骨冲击的一个状况下，都是可以做对应的低冲击的运动去做恢复。另外可能要多提一嘴，就是不同的运动方式实际上训练的肌肉是完全不同的。那交叉训练本身也是马拉松训练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所以像我蛮明确的感受到，如果我一直是做跑步训练的话，当我骑上飞轮之后，其实20多分钟我就会觉得像我的内收肌、大腿这边的肌肉或者是臀部的肌肉就会觉得非常的疲惫。那正好也是可以趁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去好好把我平时跑步练不太到的肌肉去做一个训练。那因为没有在做很长距离的跑步的训练了嘛，其实坦白说时间也会多一些，所以我会加入更多的像是核心训练，不管是死虫式也好，或者说是侧边臀桥，这其实最近我研究下来都是对跑步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核心训练。那也是希望在休息的时间段可以把其他的肌肉做一个非常好的强化，然后可以为之后的马拉松训练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那最后的话呢，就是如何恢复到一个跑步的训练。我的方式实际上就是用每天不停的试探，但是有梯度的试探，就是我会先确定走路对应的位置不会有疼痛了，因为其实最严重的时候走路都会疼痛，然后甩脚的时候胫骨内侧的发炎的位置都会明显的疼痛。当走路没有状况的时候，下一个就是上下楼梯会不会疼痛。因为刚刚一开始也讲到，它其实就是我们小腿的肌肉没有办法做好缓冲，所以才会有疼痛的状况嘛。如果上下楼梯没有再有对应的疼痛状况了，我就会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去试一下对应伤脚位置的单脚跳，或者是单脚的移动会不会疼痛。那如果单脚的这种跳跃或者说是简单的移动都不会有疼痛了，那就说明实际上对应的这个发炎的状况就会已经是少很多了。那下面我就会去选择比较好的缓冲的鞋子，然后呢再在跑步机上用非常低的速度，可能是7分速或8分速都可以，但是是那种小跑的方式去尝试说是不是可以连续跑步10分钟、20分钟，
或30分钟。这个时间实际上就是要靠自己的体感去把控了。不能有疼痛感的产生，如果有疼痛感，那我们就马上停下来，然后看当天下午或者说是第二天早上双腿的恢复状况。如果第二天腿没有状况，还是跟前一天一样，是可以用刚刚说走路上下楼梯、单脚跳都没有状况的方式去测试的话，那 OK， 继续可以去再用跑步机的方式去再做一个可能时间再长一点点的测试，就是这样子的循序渐进。当跑步机的测试也通过了，那下面的话就可以去到田径场，田径场也 OK 了，那可以尝试柏油路。除了柏油路之外，像是石板路或水泥路要不要去测试呢？我在这边其实是会说绝对不要再去尝试了。因为实际上我的症状就蛮明确的，哪怕是穿着缓震很好的鞋子，石板路跑步也是会明显的有肌肉震颤跟胫骨震颤的这种感觉的。我们还是好好的选择柏油路以及田径场去做对应的训练就好，千万不要可能因为比较近的地方是水泥路或石板路，那我们就在对应的位置做训练。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胫骨真的是蛮有风险的，因为它的硬度真的太大。好啦，也是啰啰嗦嗦分享了很多。总之的话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伤痛一定要是去重视的，但它也不是说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疼痛的状况就立刻会转移变成是疲劳性骨折。像我有这样的伤痛的情况，也是还是跑了一场无锡的马拉松，最后的症状也没有到很明显，只是说现在在休赛季了，我在确定没有结构性损伤的一个状况下，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伤痛去做一个很好的调理，但是呢，这个伤痛又因为是比较深层的，又是比较偏筋膜或者是肌肉末端的，所以它的恢复的一个周期会是比较长的。那这样子一个比较长的周期，然后比较难恢复的一个症状，那就会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方法去慢慢的等它好。好啦，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休赛季的时候，可以把所有身上的伤痛都调整完，然后在下训的时候去好好的练速度。最后也是祝大家可以热爱跑步，快速恢复，享受比赛。我们下次再见咯。